嘿，那就是 A 神了。那今天我們來跟大家開場，跟我超雄一樣，差不多同時期的一支稀有英雄打的這一場比賽。那這次打這個英雄是誰？那其實就是那個對手用的一支英雄銀翼，就是那個站在那個飛刀上面不停飛來飛去扔飛刀的一支英雄對，而且他也是跟超雄一樣，是一支稀有英雄。对，那我記得這個英雄在剛推出的時候他是非常之強勢的。那其實是因為它的那個能量的用法，就是很明顯就是偏向那個空中的攻擊空中攻擊的話，其實就等於說，它是一支空中為主要攻擊方式的一支英雄。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話，以前大概10年前左右吧，那些空中英雄基本上都沒什麼太多的康塔英雄可以康塔的，例如說沒有那些什麼愛國者那些英雄，因為愛國者在以前那個版本就是銀翼剛出的時候，那個版好像是還沒推出的。那而且以前大概10年前那些人的玩家戰鬥意識還是沒那麼的強，所以說這種空中英雄都變得非常之強勢。那而且銀翼在刚出那個版本是非常之強的，因為它那個能量是傳得非常之快，你基本上拿出來好像2-3秒吧，就有一次那個銀翼可以用了，就是那個站在上面飛來飛去那個能量可以用了。那個也是以前韓服出英雄的一個方向嘛，就是他們出英雄在傳說英雄還沒出之前他們都會出得非常之厲害。那然後如果他發現真的過於厲害的時候，他會直接把它 nerf 掉。對，那個是以前出英雄的那個順序就例如說最標誌性的那個就是深水炸彈的進化超進化。那以前它深水炸彈剛出的時候，剛可以超進化的時候，它可以配合這個宇宙尖兵，就是那個無限 combo。對，就是無限連那這個無限連它傳的時間我記得好像只有短的1個月以內，它就改掉了。那如果放在現在這個2026的 Lost Saga 的話，你沒有4-5個月，它是不會改的。所以說以前雖然它一開始的英雄都會出得非常之厲害，那但是他們都通常會很快的那個時間內就會把它改弱。那銀翼就是一支這樣的英雄，一開始很強，然後之後就把那個能量改弱。那但是在好像近2-3年前吧，银翼就來過一次加強，就把它的能量的存能量時間加快了不少，好像现在5秒左右吧，5秒左右就可以用一次他現在這個踩着那個飛刀飛來飛去那個攻擊方式。那就是因為這個改動就導致銀翼就多了一點點人使用。那因為其實雖然這個能量變快了，但是銀翼某程度上都是一支算是需要能量才可以做出一個比較大輸出的英雄不過話雖如此，但是我還是覺得銀翼是一支非常之有潛力的英雄。那因為他的那個能量的飛刀用法實在是太過於千變萬化了。那如果又會用的話，它可以用來做一個比較瘋狂的那個輸出，例如說可以不停的把扔在空中，不停的打上去，而且也是可以用那個飛刀來進行這個跌上的攻擊。所以的話，我覺得銀翼這個英雄真的非常之有潛力。那所以說今天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銀翼打這一場比賽。那來到第3回合了。那一開始其實如果你打銀翼被他用這個飛刀功能不停地貼身的話，我是建議你直接用一些比較高速度高機動性英雄直接跳走，或者是你覺得你手速夠快的話，你可以直接用那個遠程攻擊把它射下來那這個是打這個飛刀能量的其中一個辦法。那我的話，我就會選擇直接用這個鋼鐵動力跳走，因為我覺得我這個遠程攻擊是射不到他。對，現在是一樣，直接讓他那個飛刀流掉我的那個子彈因為他那個飛刀也是非常之高機動性我這邊就可以看到他這個银翼要做到這個不停把我打在空中打來打去那個 combo 所以的話，我覺得銀翼真的非常厲害。而且這邊也有看到他直接用這個銀翼的飛刀把我弄跌上，這個也是我覺得非常之高難度的一個 combo， 而且我也覺得非常之賞心悅目。所以我覺得銀翼這個英雄是一支真的，如果練好的話，是一支非常之有潛力，而且有這個壓制性的一支角色OK， 這邊讓他抓到，那我的血量直接被他拉開了。
那如果我們前期基本功階段打不過的話，那我們就盡量把這個重心放在後期的技能階段。那他換了這隻流放者，應該是加防禦力的吧？看起來，那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情況，因為他這個流放者是沒有加這個術士頭或者是術士一說，然後我們就會盡量做一個非常大的輸出，而不用怕他的一些什麼反裝啊。我這邊呢換回這個。銀翼，那一開始銀翼它是一個沒能量的角色，就是它的能量不會保留，所以的話，它如果一開始先換的話，我們直接追過去 ，OK， 這邊到空了。那現在這個血的話，我們再用一招技能抓到它了，應該就完結了。